我全拒绝了，不是在断的路上，就是在修复段，只发了几套作品视频，商单就跟着来了。合作邀请从来没断过，我全拒绝了。原因放在后面讲。评论区有不少朋友说想要零件盒形态的模块，所以这次我不仅做了更大的2倍，还做了更小的0.5倍。沿用至今的快开结构收到了很多正面反馈，在这个系列里，你依然可以听到那个上头的咔嗒声，享受一按就开的爽感。磁吸部分我坚持用可拆卸的方案，随时能换成不同吸力的磁铁。0.5倍和2倍的底部继续兼容 Gradfinity， 我把底部空间让给了磁铁，让它尽可能靠近底面，吸力能用多少就用多少，不用再像实体结构那样把空间白白吃掉。但复杂度随之变高，要处理的细节不少，不能简单的把它们直接连起来，得做有针对性的单独设计。这不禁让我想起不可能三角，当你既要又要的时候，很难再做到还要。于是接受复杂度去完成它，成为了 B 选项。绕线器是我给每个模块必做的基础设计，让这个盒子能当理线盒来用。所以 Pro 版的绕线器除了继承先导版的成功设计，还得通过桥接把标签卡的位置让出来。我实在太爱卡扣设计了，所以2倍模块我做了分体，理线器和盖子分离变成插件，咔嗒一声装上去，随时随地取下来，不用再为了加一个绕线器而整体重新打印一个盖子，耗材省了，5支撑打印也保住了。真心说一句，用我的设计能帮你省一点耗材，我还挺开心的。想法很美好，样品也打出来了，可是它就在薄弱处断给你看。我已经考虑过 3D 打印 Z 项受力弱的问题了，但还是有缺口。于是我在仅有的狭小空间里进一步加厚薄弱位置，缩短力臂，确保日常装卸的力不会伤到受力点。修它比设计它本身花的时间还长，而正是为了处理好这份复杂，时间就这样沉淀进了设计里。你正在看的这个东西是我一遍一遍修出来的，也谢谢你花时间把它打印出来拿在手上。有了这个卡扣接口，后面可以扩展的玩法还有很多，后续视频里会一个个放出来。这种打开盖子就自然带出想要物品的设计，实在是有意思。除此之外，2倍模块我还定制了一个很长的标签卡，可以承载的信息量超过1倍模块的3倍，可以说2倍是整个 Pro 系列最舒适的大小。卡上的内容目前需要你自己添加，记得用0.4毫米的厚度打印。后续我会做一大套图标给你用，比如螺丝、磁铁、线材类型，还需要哪些？评论区告诉我吧。能看到这里的人都是铁粉了，所以开头的问题，我想说的是，虽然很想接商单，但前提是要允许我自由创作、自由体验。说实话，我只希望我体验的产品能帮到粉丝做判断，而不是迷惑、引诱乃至坑害。我要把清晰的选择权踏踏实实的交给一直关注我的粉丝。我们下一期见。